啊，我都跟您说多少遍了，您能不能别骑着那破电动车送外卖了？度假岛、菲佣、英式管家、豪车，我什么给你买不起？您怎么就跟着外卖干上了？你能不能少管我的事儿啊？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你就来这种地方接接地气儿。人家一家3口可都是苦命人，帮帮他们，别老一天在你的办公室待着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隔壁王阿姨给您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地址我发您了。妈走得早，这些年给您介绍了好几个，您一个都没去。这次您必须得去。不是我说你，大张旗鼓的从办公室跑过来，就是给我介绍对象啊！啊，还有一件事，青雀集团市值破1000亿了。今天第一财团的美经代表贝尔先生会来到龙城，考察青雀是否符合合作标准。下午我们会在交易所见面，要是洽谈的顺利，晚上我就不回去吃饭了。张总，高层都在等您开会呢。啊，爸，王阿姨给您介绍的相亲对象还在朝里等您呢，您千万别放人鸽子啊！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这臭小子！老板，老板，这些是您这个月跑外卖去过所有集团的资料，我们已经分析出各个公司的优劣势以及未来5年的发展用户，做得不错，还让老办法把这个送到小陈手里，别让他知道是我送的。老板，您为什么不告诉少爷您的真实身份呢？什么真实身份？我就是个送外卖的。少爷要是知道您就是贝尔先生的幕后老板，肯定大吃一惊。告诉贝尔，这次考察不用看我面子。另外，我也会悄悄地到达现场，看看这小子到底怎么样。啊，去这家茶楼。沈总出事了！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青雀集团单方面撕毁合约，宣布跟我们终止合作，1号项目被迫停滞。说什么？乔副总监督1号项目实施，掀了老街的早餐店。青雀集团的张总正好在场，以星辰用人不当为由，终止跟我们合作了。他人呢？已经离开了。这是现场街头对面的监控录像。张二和，是他。沈总，其实想破这蛊局呢，也很简单的。有时候过了河的卒呀，可比你的炮厉害多了。将军。啊，你的意思是星辰的困局是因为我用力过猛，不懂得从细微处入手。商场如战场，每一次商业决策就像是棋盘上的棋，每一次动棋呢都很重要。如果你实在是想做那些弃车保帅的事，难保不会满盘皆输呀。沈总，要不要我们去找青雀张总问个清楚？不了解具体情况，去了只能火上浇油。徐倩，备车，我们去找张二和。哎，你好，你是王姐介绍的徐小姐是吧？你谁啊？啊，我叫张二和，我是王姐的邻居。张二和，小王说你人不错，我还当是什么大老板呢，原来是个送外卖的。说说吧，你1个月能挣多少钱？啊，那我没算过，应该怎么也有3、4千吧。你说什么？3、4千？你知道我这包多少钱吗？5万！你1个月工资还没一个包值钱，还好意思来相亲？对了，你儿子做什么工作的？不会还没你挣得多吧？我儿子做点小生意。行了，别装了啊！我跟你直说吧，我儿子是青雀集团的高层，月薪30万。我们这种家庭啊，不是你这种底层人能高攀的。你这种人我最清楚的，做梦都想巴结我们有钱人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。这就走了？怎么了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觉得什么身价才能配得上你这金尊玉贵啊？反正不是你这种臭角色。你找我茬？
一个10几块钱的破茶，你还当宝贝啦？土狗就是土狗。这100块当我发善心赏你的。100块恐怕不够吧？这位女士，如果你不懂，我可以免费为你普及一下。此茶名为青顶太上皇，湘江最后一次拍卖价是780万1饼。不对，我说错了，780万那1饼，论年头、数龄、存放时间，均不如这1饼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这么一摔，茶饼破碎，影响口感。不知道这位女士是打算赔茶呢，还是赔钱？沈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没影响到你吧？没事。这位女士想好了吗？打算怎么赔？你骗谁呢？这茶你说值多少就值多少啊？要我说20块都不值，我还说你们俩讹我呢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沈总好歹是星辰集团总裁，讹诈你？沈总，你就是星辰集团的总裁沈西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茶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反正只是摔了，又不是不能喝。我先走了。张先生，正式的认识一下，星辰集团沈西月。张二和，哎呀，我都接你的单子，给你送了1个月的外卖了，别老张先生叫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就叫我张二和。好，以后我就叫你二和吧。你是为了早上老街的事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现在是开早盘的时间，一个集团的总裁不在集团待着，跑到这茶楼来找一个送外卖的。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当面给你送外卖吧？没想到你还挺幽默的。不过今天早上老街的事儿是我的人做事出格，我代表星辰集团向您道个歉。另外我还有件事儿要求您。好，坐下说吧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乔副总的行为导致了星辰集团和青雀集团的合作取消。之前的对弈我感觉你挺有商道的，所以我想问问你有办法能不能帮帮我？事成之后我给你300万。沈总，我们还是去青雀集团找张总，看看能不能挽回合作吧。还有一个送外卖的，那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不对。稍等啊。喂，老板，青雀集团到达交易所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有点事儿，我得先走。对了，这是朋友送我的名片，听说在你们商界挺管用的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你让金雀集团跟你们重新合作。事成之后300万我一定给你。好。许倩，快备车，我们去青雀集团。沈总，这张连名字都没有的名片，你不会真的想拿着它去青雀找张总吧？那个张二和就是个送外卖的，哗众取宠，想博你好感而已。许倩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名片吗？第一财团全球通行名片，整个大厦拥有它的人不超过3个，拥有它就等于是拥有了第一财团旗下所有企业的优先合作权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那个送外卖的是？据我所知，那位富豪已经隐世了10多年，全球海外很多无数寡头都在寻找他的下落。像他这种大人物，不太可能出现在龙城这种小地方。不过，如果这张名片是真的，张二和就是咱们星辰集团的大恩人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交易所呢，不信你看，是不是？哎，等等，那送外卖的怎么在这儿啊？妈，你认识他？他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，在茶楼跟我相亲的土鳖，拿一块破茶饼，说什么好几百万，还认识星辰集团的沈总，他们这合伙讹我呢。原来是这样，妈，我先挂了啊。你，喂，就是你，过来。好，您是？听说你之前在茶馆拿一块破茶讹了我妈。哦，我想起来，徐薇徐女士是吧？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误会？管你有什么误会！现在马上从这里给我滚回去！你要赶我出去？你凭什么？
看来你还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我，王坤，青雀的元老，集团的中流砥柱，张晨张总最忠心的马前卒。这里是青雀集团为了迎接第一财团美境代表而设立的交易所招待会，识相的马上滚！让我出去啊，档次不够。我没听错吧？各位，他说我堂堂青雀集团的代表，在我们青雀集团的地方，档次还不够赶一个送外卖的？送外卖的，我们王总可是张晨张总的亲信。哦，是吗？那这张晨的眼光呀，可真不怎么样。是张晨叫我来的，你们要赶我走呀？那你得问张晨同不同意呢？这，哎呀，各位，你们都听听，这个送外卖的说了什么？就是送外卖的，你实行疯了吧？真是笑死我！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张总让一个送外卖的来干什么呀？是送外卖的，还是给贝尔来打包来了？听到了吗，穷鬼？就你这种货色，我们张总叫你过来能干什么？难不成给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点一份外卖吗？站住！干什么？这就想走？可以。远来是客，我们青雀集团最好客。别说我欺负你，本部长亲自敬你喝杯酒，把这杯酒喝干净，你就可以滚了。把它给我端好了，这杯酒可是比你的命都贵，给我好好喝，一滴都不许剩。青雀集团在龙城，怎么说都是首屈一指，难怪从建立起至今日，一直没能超越龙城的指数更进一步。今日一看，事出有因呐！老东西，青雀集团怎么样？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，信不信我？哎呦！嚣张！这杯酒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王部长，不是你的主场，你就少说话啊！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你怎么能确定你得罪的人不是你得罪不起的人呢？王部长，没事吧？送外卖的，竟然敢对我们青雀的人动手！你竟然敢把这么恶心的东西灌在王部长的嘴巴里！说，到底是谁派你来闹事的？赶紧给王部长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就是啊！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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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他主动整事儿，我反击也要道歉。你们青雀知道什么叫道理吗？道理，死穷逼！在这个地方，钱就是道理，青雀就是道理，我王坤就是道理。你敢动我，今天我让你出不了交易所的大门！来人！没事吧，王部长？打断他一条腿，再给他发赔款。一个送外卖的，敢让我丢面子，让青雀集团丢面子，把他拉出去，按规矩处理。脾气不小，不过我建议你再等等，算时间，张晨应该已经到底下了，他认得我。现在知道怕了。刚才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把那杯酒喝了，事情就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敢不给我面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整你！动手！住手！青雀集团总裁张晨张总到。王坤，你好大胆子！张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还不退下！王部长，你刚才是在干什么？有个送外卖的，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闹事的，我是打算替你教训他。张总，这个送外卖的口口声声说认识你，这不知道的以为我们青雀集团从芯片科技转了外卖平台呢。送外卖的，刚才不是挺能装的吗？怎么张总一来，话都不敢说啦？哼，这还用说吗？这种人只想混进来见见世面，他怎么可能认识张总？装啊！你刚才不是说张总认识你吗？张总现在就站在这儿，你怎么不装了啊？哎，张总，您先上座。像这种假装认识您的人，我见多了。来，我来帮您处理。不必。
他叫张二和，是我爸。诸位，怎么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他是您爸爸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听说你刚才以我的心腹自居。张总，我不用解释，你现在任职的是营销部部长，对吧？来人，给我带出去！青雀集团的中高层容不下这种人。张总，哎，张总，你这么做不妥吧？哦，刘副总好像有意见。众所周知，今晚的交易所见面会是青雀集团为了接待贝尔先生，青雀集团中高层全员参加。你无缘无故下了一个部长，无缘无故，他以我的心腹自居，欺压他人，给青雀抹黑，这叫无缘无故。带出去！张晨，就算王坤有错在先，你也不应该这么对他，更不应该当众下了他的部长。是啊，这张晨想干什么啊？嘘，小声一点。刘明本来就和张总面和心不和，这下可有仔细看了。哎呀，据我所知啊，这青雀集团的总裁应该是张晨吧？他下一个区的部长，还需要向你这个副总交代什么呀？对，说得好，张叔是吧？趁现在你能做，就多做一点，免得到时候你跟你儿子能不能留在这儿都两说了。哼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吗？王坤怎么说也是公司中层，对公司也是鞠躬尽瘁。你儿子张晨呢？以公报私，当众下了他的部长，根本就不顾及他的功劳苦劳，让青雀集团的旧人怎么想？让在座的诸位怎么想？所以我说，董事长这个位置你不合适。对，说的对啊，对，就是。刘明说的对，张晨，青雀股权人这个身份不适合。刘明，你想篡位啊？哎，张总，话别说那么难听啊。董事长的位置能我居之，你能做，我刘明也能做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接待贝尔先生。对呀，刘总说的对呀，懂了你。有道理啊。明白了，看来这事儿早就商量好了啊。想在跟美境签合同之前集体离宫。这青雀集团呢，看来是养了不少白眼狼啊。怎么，要打我呀？打了！刘总又能怎么样啊？打了！刘总啊！爸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张总竟然当众让人对刘总下手，粗暴野蛮。青雀董事长之位本来就是能者居上，张晨，你是不想让位，又被刘明说中，恼羞成怒了吧？你敢打我？张晨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现在把位置给我让出来，否则我让你跟你爸滚出去送外卖，是吗？你又想干嘛？哎，你说你这么怂，造什么反呢？刘总，哎呀，没事吧？张晨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想把我赶出公司，没想到你纵容你爸，当众对我行凶，诸位都看到了吧？啊，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上报董事会，到时候别说你董事长，让你们两个来青雀，扫垃圾都不配。对，还刘总一个公道。就是要给我们刘总一个公道。张晨退位，现在必须马上退位。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当众跟他动手啊？身为副总，在这种场合煽动众人情绪，影响公司内部结构稳定，集体离宫，还想换了你这个董事长，这种人难道不该打吗？该，可是我的贵客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这么做，万一……作为董事长，恩威并施，缺一不可。对了，你是怕影响你跟第一财团那个叫贝尔的谈判？别怕，我爹呢？爸，您不会想说你认识贝尔？认识，就是好多年没见了。演，继续演。张晨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哼，你让你爸配合你演戏，让大家都以为贝尔先生是因为你们俩才来青雀，好以此鞠躬，对不对？哼，你戏可真足啊！怎么，
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知不知道贝尔先生是什么人？他可是全球首富 Mr. Z 先生特指的第一财团美境代表。你还认识他？你自己相信吗你？这有什么不信的？他一个没老，认识他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吗？好，等贝尔先生来了，我亲自告诉他。爸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这么多年，你想做什么我都不拦着你。但是今天，对我、对清雀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你留在这没什么问题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再乱来了？我没乱来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爸，贝尔先生，人家是华尔街金融大鳄。您呢？您是个送外卖的，你是否认识他？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要是不拦着你，你是不是要说，其实你是贝尔的老板，是世界首富 Mr. Z， 执掌第一财团？我其实是个富二代，您是为了考验我，所以才伪装成一个送外卖的。小陈，你都知道了。爸，你差不多行了吧？从我5岁起，您不是在工地搬砖，就是当货车司机，要么就是个跑腿送外卖的。我小时候被同学嘲笑，长大了被同事嘲笑，现在被下属嘲笑。你究竟明不明白，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，不是光靠说几句匪夷所思的大话就可以了。哟，父子反目成仇了，真是一出好戏呀！小陈，我本来呢是打算慢慢跟你说的。够了，爸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都说了，今天对我来说，对清雀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啊？你想慢慢跟我说，你想慢慢跟我说什么？你说的还不够吗？张总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从未了解过你的父亲？星辰集团总裁沈总，沈西月。沈总，今天交易所是我们清雀的主场，你们星辰集团也想凑热闹？你误会了，张总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第一财团的投资，而是为了星辰和清雀的合作来的。乔副总没转告你吧？清雀和你们星辰没什么好谈的。那这张名片有没有资格让张总动容？第一财团通行名片啊？什么通行名片？一夜之间做空华尔街5家资本银行，一夜成名的 Mr. Z， 第一财团掌门人的名片，他的名片都是黄金打造，没有名字，只有防伪印和一个 Z 字。如果沈西月你这张是真的，那么这张名片全球流通的只有3张，一张在美境，还有一张在联球。之前的事是我冒昧了，我会让人重新拟定一份合作合同，转交给沈总。但是沈总，您刚才说我对我的父亲并不了解，请问这件事情跟你手上的名片有什么关系？张总，如果这张名片是你父亲送给我们沈总的，你说什么？这张名片是我爸给你的？的确，他不仅给了我这张名片，在过去的1个月，还多次为我排忧解难。星辰集团能在1个月内迅速发展，你父亲功不可没。这不可能！我爸要是真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我是他儿子，我会不知道？好，好，好，演技卓越，情绪到位。你们3个不去做演员，可惜了呀。刘明，什么意思？张晨，你开始是搬出你的父亲，说认识贝尔，然后又让沈总拿出那所谓的名片。你这么做，无非就是想保住你董事长的位置。各位都看到了吧？张晨是什么样的人？为了一己私欲，这样联合外人和他自己的父亲一起来演戏。他做清雀的董事长，对清雀来说没有任何好处，甚至他今天的所作所为，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大家和贝尔先生见面，为他自己谋取私利。我是清雀的大股东，把见面会搞砸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哎，那就得问张总自己了。各位，你们说怎么办啊？退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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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西月，
是你请了一个。啊，算是吧。行，你也都看到了，您对我做了什么，对青雀集团做了什么。现在这个结果，您满不满意？张总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闭嘴！的父亲？还有这个女人，我之前一直认为你不去相亲是因为你放不下我妈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你跟这个女人，你们两个早就搞到一起了是吧？是不是因为她有个儿子，所以你现在迫不及待的要帮他儿子抢青雀的家产？臭小子你！哎，阿和，张总，外界都传言您沉着冷静、年轻有为，是龙城青年的表率，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。您冲动幼稚，口无遮拦，根本带不住青雀这顶王冠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，我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他？我猜的那些都是真的，他不是外卖员，而是一个隐世富豪。好了好了，这里是青雀集团的地盘，别吵，要吵回家吵去。张总，签了吧？股权转让书，刘明，你为了单独跟贝尔签约，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好了，我张家的家事确实不该在这儿聊，那我们就聊点别的。刘明是吧？我记得你是龙城钱商会会长刘锦腾的儿子，你就这么想要青雀集团啊？张二和，我就是要抢走你儿子的位置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能拿你怎么样啊？呵呵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玩死你的方法有很多。青雀集团有你的股份，对吧？还有三星集团也是你控制的。狙击三星集团，3分钟内让他在龙城商业版图中消失。老板，狙击三星集团，3分钟内让他在龙城商业版图中消失。是。老板发话，别的事儿先放下，立刻把你们手里的资金对准龙城的三星集团，3分钟内让他们在这里消失。林珠，为什么忽然对三星动手？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少问。老板发布的命令，不要问缘由。你们和我一样，只有执行权，没有知情权。是。喂，嘿，我的老朋友，你好。我正在赶往龙城的路上，我已经让助理伊丽莎白先去青雀集团，我想我们很快便会见面了。好的，随时恭候。让三星消失？仲辰，你爸不会知道你要退位，脑子变傻了吧？你知道三星是值多少钱吗？你知道三星的钱换成麻袋能换几个麻袋吗？你知不知道三星的钱换成现金够你数多少年？别说是你，就算是大厦顶级金融寡头，想在3分钟之内让三星集团做空，也是痴人说梦。张晨，我没有耐心跟你们父子俩演戏了，不是不想签吗？我有的是办法。诸位，公司章程，股权合同大小股东签字，只要超过半数就能生效。只要你们肯签字，同意张晨退位，日后我刘明绝不亏待。开始吧。张晨，是你带领青雀集团走到现在的成绩，但是你对下属苛刻，又丝毫不讲情面。这一次，我投刘明。青雀集团营销部愿意弃暗投明，跟随刘总。张总，要怪就怪你太较真了。上次我们不过就是1000块钱的账对不上，你就罚我们整个财务部的奖金。你有今天，也不怪我。哼，青雀集团财务部愿弃暗投明，追随刘总。张总，虽然当时我来公司是您面试的我，也是您手把手教的我，但今天刘总已经答应我，只要我肯签字，他就让我升股东。青雀集团项目部愿意弃暗投明，追随刘总。弃暗投明，追随刘总，追随刘总，弃暗投明，追随刘总。追随刘总。追随刘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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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
张晨，各位高管都有青雀集团股份，集团规章，董事长易主，签字超过1半就能生效。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，我刘明人心所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再也不是青雀集团董事长。刘总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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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外卖的，3分钟时间已到，三星集团没有破产，我还如愿的坐上了青雀集团的董事长，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应对？阿和，3、2，你要是没有什么正事，立马滚出三星集团！刘总不好了，三星集团受到阻击，股票跌停，股东们正在集团闹事呢。你说什么？三星集团报道，股怎票么会这样大幅下跌，成为今日首支跌停板，资金蒸发900亿。有不少股东聚集三星集团办公大楼，向三星集团讨要说法。刘总，我们刚收到内部消息，银行已经到了你的三星集团，他们要终止借贷合同，要让三星立刻还款呢。说什么？我这里的供应商群也炸了，不少人都在找三星要债，商业调查局的人也去了三星，现在手机新闻都出来了，三星集团这次要完了，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张总怎么办呢？不是吧？一定还有机会，怎么会这样？不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有贝尔先生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贝尔先生的助理伊丽莎白和我有旧情，青雀集团董事长我不要了，等他来了，我让你青雀集团彻底完蛋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不是我动的手，是不是你动的手？我中的。伊丽莎白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我刘明携青雀全体高层恭迎伊丽莎白小姐。恭迎伊丽莎白小姐。阿和，这帮美京人不讲规矩，刘明跟他又有私交，青雀集团会不会真的有事？过来。妈，您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得过去。急什么？总有他来找你的时候。爸，那可是伊丽莎白，贝尔先生的助理，他们最讲究面子和阶层。我今天如果不过去，我们青雀集团的洽谈就完了。您非要把我的商业之路彻底断绝，您在开心什么？我说了，总有他来找你的时候。爸，您能不能认清你自己？这些年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我不求你像别的爸爸一样，能给我强大的人脉和深厚的底蕴，但你能不能别阻止我做事啊？你假造首富名片，帮助沈西月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你能不能不要逞强，总是以为自己天下第一？承认别人比你优秀，承认我这个儿子比你这个父亲优秀，有那么难吗？我去送外卖，那是你母亲的意思。那是因为我妈知道，你这一辈子注定一事无成。你已经让我妈失望了，你现在还要让我也失望吗？三星集团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，这位先生，就是你让刘先生的三星集团股价暴跌，引起的恐慌吗？是我，怎么样？刘先生，我会让贝尔先生拒绝和青雀集团的合作。现在下去，压低青雀集团的股价，三星降多少，青雀就降多少。伊丽莎白小姐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张晨先生，没有什么可误会的。你们为难我的朋友，就是在为难我，为难贝尔先生，这是你们应该受到的惩罚。行了，那你就试试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衅我老板的权威。10分钟，让青雀集团的股票压低到跟三星集团一样低。我想，到时候你们就会明白，得罪我的朋友，对你们来说是多么糟糕的决定。是。真的涨了，真的涨回来了这下有戏了！哎呦，回来了，这个回来了！太好了！林柱，有问题。你点这个。三星股票已经跌停，但先前老板一直让我们关注的青雀股票有问题，有主力想搞垮青雀。大笔非正常卖出，有资本想压低青雀集团的股价。还有10分钟就停牌了，看他们的速度，是要在停牌之前把这只股票拉入跌停板。
查清幕后操盘手，联系他们的负责人，是，让他们立刻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，否则让他们明白得罪第一财团的代价。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，没有人敢和我的老板玩金融战。是。哈哈，张晨，我现在有伊丽莎白给我做主，等青雀的股票跌入谷底，我再立刻让人抄底，然后我再借用贝尔先生的投资，再炒高股价。到时候我在青雀大厦楼顶上陪你喝一杯啊！啊，是吗？那你恐怕要失望了。伊丽莎白小姐，有人在跟我们角力。加大筹码。是。怎么样了？不行，他们的上升速度比我们下拉的更快。这么敏锐的嗅觉和操作手法，对方至少是国内外顶级的操盘手。没关系，是败人，我还可以干掉你。来人！伊丽莎白是吧？这里是大厦，全境禁枪。我劝你最好把枪收起来，要不然一会儿贝尔来了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贝尔先生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都是一种侮辱。他不过是第一财团美境代表人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给 Mr. Z 打工的。而你呢，不过是个跑腿，敢在自己主子的地盘上闹事，不论是你还是他，都得完蛋。没有人可以羞辱我的老板。住手！伊丽莎白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！老板 ，motherfucker！ 你这个蠢货，为什么拿枪对着他？让你的人滚出去！贝尔先生，您旅途辛苦，伊丽莎白小姐是为了帮我，请您不要过于动怒啊。你是谁？哦，我是刘明，青雀集团原副总。副总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你们青雀集团就这么应接第一财团代理人吗？让你们张总跟我说话，你走开！干什么？现在上去不是给刘明擦屁股吗？贝尔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公司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张总他已经辞去了董事长的职务，现在公司的项目全权由我负责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比张晨更加的配合贝尔先生和第一财团的需求。张晨不是董事长，那第一财团就没有跟青雀合作的必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第一财团看上的是我们青雀集团的未来潜力吗？怎么会不跟咱们合作了呢？今天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要是刘总没跟第一财团进行合作，那么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在股东大会上被清扫出青雀集团的。贝尔先生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很不喜欢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贝尔先生，一定是因为他大闹欢迎会，冒犯了贝尔先生。贝尔先生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处理他。你说你要处理他？哼，贝尔先生，我是张晨，这位是我的父亲张二和。抱歉，把无关合作的人士请来现场，确实应该提前告知您一声，实在是冒犯了。冒犯？张晨，你少在这里避重就轻。你们父子两个哗众取宠，大放厥词，所以贝尔先生才不跟我们青雀集团洽谈。你还不跟贝尔先生道歉？马上道歉！马上道歉！道歉！道歉！快道歉！快道歉！你说他大放厥词，哗众取宠，没错。你做得很好。是。太好了。老板，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，为了保证和第一财团合作无误，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。请老板稍等，刘先生会立刻安排人把他们清理出去，以免打扰你的信任。好啊，是该清理。混蛋，竟然敢在贝尔先生面前嘴硬！贝尔，把他给我请出去！你这个蠢货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贝尔先生，我是你最忠诚的属下呀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该处理的人是他。你根本不知道你招惹了什么样的存在 ！Get out！ Out！ 二和，贝尔大怒，连他自己的助手都赶出去了，而且他们持枪，这种人在盛怒之下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。不如咱们先离开吧。嗨，别急呀，再等等，
再说，青雀集团的合作不是还没谈吗？他们可是没老，这真正的资本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。不如咱们先忍让一下，至于青雀和第一财团的合作，回头再想办法。嗨，老朋友，还不过来继续救呀？啊！抱歉，张先生，让你久等了。张先生，这是张先生，什么情况？不可能，这老东西怎么可能会认识贝尔先生？你那个伊丽莎白，那可是个危险分子，手里有这个，连夜把他送出去，别在我大夏惹事。真的要这样做，我可以把他杀。哎，这儿不是美境，这是大夏，那就得按照我们大夏的规矩办。还有你那2个持枪的，让他们把枪收了，离开这儿，别在这儿惹事儿。是。爸，您真认识贝尔先生？假的！我知道了，这个贝尔一定是假的。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认识贝尔？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假的，一定！我告诉你，张二和，我已经通知我家老爷子，不出10分钟他就会到达这里，向所有人宣布，我刘家向青雀集团宣战。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和这个假的外国佬救你的儿子。你家老爷子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刘锦堂是吧？你是什么东西，敢直呼我们家老爷子的名讳？张晨，很意外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山洞高层策反青雀，全是我家老爷子的主意，他为此付出了不少。刘明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？悔改？我又没做错过，凭什么悔改？都是你，一个臭送外卖的孩子，凭什么做青雀集团的掌权人？只有我才可以做青雀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孽障！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老爷子，你怎么混账东西，在外败坏我刘家门风，你是还嫌给我丢人不够吗？爸，你给我听着，马上给小张总认错道歉，否则立刻将你逐出刘家，你以后就在外面自生自灭吧。爸，青雀集团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呀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爸，我只是……闭嘴！我原本以为你和小张总把青雀集团做上市，你已经有能力独当一面，可继我刘家家业，没想到你竟仗着刘家这点家底，竟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狂妄自大，为非作歹，你知不知道？今日山东高层策反小张总，已经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没有啊，老爷子，青雀集团改朝换代是众心所向，凭什么他可以做董事长，我也可以呀，老爷子，滚开！有眼无珠，还得让我为你擦屁股。贝尔先生，是我刘家教导不严，出了这样的逆子。您放心，等回去我定不能饶他。请贝尔先生宽心，日后我刘锦堂还指望您在第一财团那位面前替我美言呐。不瞒小张总，刘明这个逆子今天之所以这么做，都是我的不是。刘会长，您这是……当年刘明和你共同创下青雀集团，我就交代他要把你们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来做。只是没想到这个逆子他会错了意，居然想取代小张总，是老朽的不是。我在这里向小张总认个错。原来刘副总入主青雀，是刘会长的意思啊！完了，这回刘副总彻底废了。刘老会长客气了，刘明今天做的事确实很过分，但他毕竟曾经跟我一起创立青雀集团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但今天贝尔先生和公司的全体高层都在这，我若是不处置你，以后公司上行下效，恐怕……小张总的意思我明白。这样，刘明就交由你处置。老爷子，你不能把我交给他们处置啊！你给我跪下！
向小张总认错。小张总，你看他错都认了。算了，让他起来吧。青雀的股份可以保留，但副总裁这个位置，他做不了。孽障，还不快谢谢张总！谢谢张总，谢谢张总。刘明的股份不能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您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决策？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身为青雀的总裁，你知不知道你手底下有多少兄弟姐妹靠着你吃饭？你的一次错误决策，就可能导致这些人没饭吃，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等等，张先生说的对，张总，你应该听张先生的。张先生，难道你就是？刘老会长，如果你们刘家的合作伙伴里面有人天天想着你刘会长倒台，煽动你手下的人造反，企图鸠占鹊巢，把刘姓改成张王李赵，你同意吗？你要是同意，我现在就把你刘家改姓张；你要是不同意，那么刘明就不能待在青雀集团。这当然不能同意。不知死活的孽障，我刘家迟早要被你害死！立刻滚过去，给张先生认错！姓张的，要不是有贝尔先生给你撑腰，你算什么？混账东西，还嘴硬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可是……我是谁不重要，今天的事就是要告诉你，商界不是你这么玩的。年轻人出来做事情，不要太气盛，在没有摸清楚对方的底细之前，不要轻易动手，否则吃亏的就是你自己。带走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啊，爸！爸，你擅自处理我的人，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解释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解释？您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不想再听什么有时间慢慢跟我解释，我现在就要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为什么刘老会长好像很怕你的样子？为什么你会认识贝尔先生？为什么这些我都不知道？还有，我想知道青雀集团发展到现在，跟您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小张总，你想听什么？是啊，我想听什么？我想听青雀的创建一直是他在背后帮忙，还是想听我猜的全中，他一直在骗我。张琛，其实你应该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。骄傲？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，这些年他是一直怎么做父亲的。小时候，别的小朋友有糖吃，他从来不给我买。别穿新衣服，我穿邻居送来的旧衣服。长大了之后，别人换新手机，我问他要，他说他没钱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还没毕业就去创业吗？因为我要赚钱，我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，多到永远都不用向你开口。所以，您不是我的骄傲，青雀集团才是。假如你从创业到现在，每一步都离不开你父亲的引导呢？不可能！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做得很好，是我对你的关注不够，别想太多了。我没什么你意想不到的身份，贝尔和青雀的合作，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他自己亲口承认了，他从未帮过我。对，张总，贝尔先生心善，一定是他知道贝尔先生要跟青雀合作，所以提前商量好跟他一起演戏。赵鹏，你不是跟刘明？我那是被刘明蒙蔽了，所以才鬼迷心窍，背叛张总。张总，这个人呀，恐怕只会拖你后腿，让你当众丢脸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们张总自创建青雀以来，宵衣干事，日理万机。张二和这个做父亲，哼，居然让贝尔先生陪他一起演戏，简直可耻！这种见风使舵的小人，小张总还打算留下吗？林总助，
你好，林总主，我是星辰集团的沈西月，之前有幸在龙城的慈善晚宴上见过您一次。您之前是代表第一财团出席的晚宴，可能您不记得我了。沈总您好，又见面了。你还记得我？我老板关注您有段时间了，等这件事情结束，我还有个项目要跟沈总您谈谈。不过我得先处理老板交代的事情。小张总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刚才说过，您的父亲从未关心过你。没错。那请您看一下这份资料。5年前，你首次创业，首要的选择目标是运输。您的父亲给人当货车司机。1个月后，你的属下给你递交了一份报告，这份报告让您赚得了人生中的第1桶金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不错。4年前，您建立精确集团的前身未来科技，主营游戏软件。您当时的项目部给您递交了短视频 App 的开发，并同时向您递交了 App 的开发方案。迄今为止，这款 App 仍是您的成名之作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对。1年后，未来科技成功出圈，您建立了精确集团，将科技公司合并。您的属下每半个月向您提交一份调查报告，用于让您了解龙城每个集团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5年的发展预估。这个报告从此以后3年内从未间断。我说的还没错吧？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仅凭你自己和你的手下根本做不到这些。是您？这些都是您父亲托人带给你的，所以即便他没有什么隐藏身份，他的商业天赋也远远超过你。不可能，他只是一个人到中年一直一事无成的人，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他做出来的？还是说这5年来你一直都骗着我？没有，我就是随手写的，能从里面看到那些商机，那都是你自己的本事。我和你父亲是朋友，这些都是我交给林总助的，想让他帮你父亲看看可不可行。小张总，你现在还觉得你父亲对你从没有过帮助吗？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真希望你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觉得儿子超过了父亲，超越了儿时在我眼中是座大山的那个人。直到我看到了这份报告，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可笑，多么的愚蠢。它能证明你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普通而平凡，它也能告诉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个笑话。让我变得好苦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张晨，你父亲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。他能有什么苦衷？不能告诉你亲生儿子，根本没有。在我眼中，他还是那个自私自利、毫不顾及别人感受的父亲。张总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？有他过分吗？背地里做了这么多，什么也不告诉你，现在才拿出来，不就是为了告诉你，他比我强？我的所作所为，在他眼中就是个笑话吗？够了！哎呦，这怎么？让你们见笑了，西月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改天我一定登门致歉。哪位是清确集团的张总？您就是清确集团的张总吧？你好，我们是花旗银行，清确今日股价动荡，已被我行风控。您在我行欠的3个亿贷款，请立刻结清。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来要钱？咱们集团账上钱都分配的严丝合缝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呀！不用说，那些正在运营的项目保证金，银行肯定都已经风控了。你好，我是清确董事长张晨。这笔3个亿的贷款，不是到下个月才到期吗？张总，清确集团高层动荡，股价暴跌，谁都没办法保证明天股价会不会跌停。如果跌停，清确集团资产缩水，您拿什么来补这3个亿的债？请您立即结清贷款。
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张先生，抱歉，您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。如果1个小时之内您还不上这笔钱，银行将暂时封控您所有资产，直到您还清为止。那我这笔钱我替他还。您确定？3个亿，您确定要替青雀集团还清这笔贷款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只要张先生愿意，当然没问题。沈总，这没关系，我账上暂时有笔钱用不上。许倩，转3个亿给银行的指定账户。是，沈总。0777尾号账户到账3亿元。爸，到底该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花旗银行的行长跟我是老朋友了。你也说了，青雀集团的账上没有可用资金，这3亿，张晨要是还不上，银行就会暂时封闭他的账户。到那个时候，青雀集团还是你的。3个亿已经到账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离开？如果此次贷款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深感抱歉。刘总，3亿贷款已经全部还清了。你说什么？那3亿张晨还上了？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星辰集团的沈西月替张晨把账还上了。什么？不过张晨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据我所知，他已经被美境的金融寡头盯上了。啊，老板交代的事我都已经办妥了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贝尔先生，我知道青雀集团现在还不是很成熟，但是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认真的考察一下。当然，小张总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我想我们可以聊一聊。荣幸之至。西月，刚才谢谢你帮忙。对了，你账户多少？我把钱转给你。张二和，钱的事情先不用着急，我只想知道你和那个贝尔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啊，也不是很熟，就是以前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，就见过2次。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财团的美境代理人，就帮了他一点小忙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可能是什么全球首富 Mr. Z？ 那就说得通了。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真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。怎么，你希望我是大人物啊？这样也挺好，如果你是大人物，我就不敢追你了呀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。看在我借给你3个亿的份上，有没有荣幸请你吃个饭？那要不改天那个……姓张的，你不会想过河拆桥吧？我们家沈总刚才借给你儿子3个亿，想请你吃个饭而已，要不要这么大架子？再说，我们沈总可是星辰集团的女总裁，想跟她吃饭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别不知好歹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总裁未婚，你儿子都那么大了，就算跟我们沈总在一起，也是我们沈总吃亏。哎呀，许倩，你说什么呢？快去开车，下楼等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许倩她心直口快，二和你别生她的气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是要吃饭吗？走吧。张总，第一财团的合同已经初步拟定，通过我们的调查确认，贝尔先生上次在第一财团任职的时候曾来过大夏，他当时丢失了护照，是您父亲帮他找到的。我知道了，是我想多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查的必要。这次跟贝尔的合作是青雀入驻海外的最好时机，通知下去，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。那今天那些在刘明股权转让书上确认签字的那些人，当着他们的面烧了，告诉他们，今天的事情我既往不咎，要是再让我发现他们有不轨之心，2罪并罚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老板不是之前不打算把青雀集团的业务拓展出境吗？老板嘴上说让张晨自食其力，实际上
还是不舍得让他一个人面对商业上的大风大浪。不过这次，老板下定决心了，我感觉。什么意思？你我跟随老板这么多年，你难道还不明白老板的做事方式吗？如果不是老板的暗中扶持，青雀集团很难在这些寡头和巨擘的夹缝中生存。今天在交易所，老板已经看出来了，咱们这位小少爷还是太嫩，毕竟是一直在温室中被保护的花朵，想要顽强生存，还是要经历风暴的。我明白了。想要操持美境的业务，仅凭现在小张总的能力是不够的。老板让你用最差的合同跟他合作，就是想让他知道在外面讨生活有多不容易。老板是想考验张晨？不，老板只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更了解自己一点，让他明白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爹，仅凭他张晨自己，什么也不是，很快就会栽跟头了。原来你说的好地方就是我家呀！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做过菜了，快来尝尝好不好吃？来，哟，张二和，我小妹才走几步，你就把骚狐狸精带家里？我小妹才走几年呢，就把骚狐狸精带家里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大姨子和我侄子。大姐，王阳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我小妹的家，也是王阳小姨的家，怎么我不能来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小姨夫，你知道我这衣服多少钱吗？阿玛尼，好几万呢！万一你这破椅子把我衣服弄脏弄坏了，我怕你赔不起。好吧，我这没有新的椅子了。行了，真不知道我小妹当初为什么看上你这个一无所有的窝囊废，几十岁的人了，还住这么破破烂烂的地方。妈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不还是有一个有钱的儿子吗？啊，说得对，张二和，这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钱，赶紧把它还了。哎呀，这什么时候的欠条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小姨夫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以为我和我妈过来是骗你钱吧？就是，我们家王阳可是星辰集团的副总，一个月工资可不少呢。当初我可是让王阳去帮你儿子，你们家不识抬举拒绝了。现在赶紧把钱给我还了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他是星辰集团的副总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哟，小姨夫，没想到你给张晨找了个后妈，这么年轻。你好，美女，这个是我的名片。我看你面熟啊，改天有空一起喝茶。我可比这年纪大的强多了。王阳，你好啊，不过我记得星辰集团有一个副总姓金，已经辞职了，另外一个姓陈，好像也不姓王吧？哟，没想到你对我们星辰集团还挺了解。这么说，一定很有钱。那这欠条，你来还。要钱没有？像你这种白吃白拿的人，拿你的名片，我都觉得脏。臭不要脸，敢扔我的名片！就算我们白吃白拿又怎么样？我们家的事儿哪里轮得到你管？你们家的事是轮不着我管，但星辰集团的事只能我来管。你管？我们星辰集团在龙城那也是数一数二，我这个副总也不敢说什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沈总，给我查清楚，公司有没有一个叫王阳的？王阳我知道，他不是我们集团的正式员工，只是试用期的外联，而且刚来集团没多久。怎么了？给他多结1个月的工资，让他立刻从集团滚蛋。装，继续装！你以为随随便便打个电话，星辰集团还真的把我儿子开了不成？就是，我们沈总是什么人物？商业新秀，身价100亿，怎么可能来这个贫民窟给这个窝囊废做饭？
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做什么需要向你汇报吗？臭婊子，你问我是什么东西？我想问你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你们刚才不都听见他打电话了吗？这位是星辰集团沈西月，沈总。沈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他们会来。没关系。哼，你个窝囊废，你是送外卖把脑子送坏了吧？他是沈总，他姓沈，就是星辰集团的沈总。那你还姓张？你怎么不说你是那个财富泼天的张首富呢？这什么电话？快接啊！这个时候打电话肯定是好消息，说不定是你转正了。项目部外联王阳是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……你不用说话，听我说就行了。沈总刚才打电话，明确指示你被开除了，工资会全数打到你的账户上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星辰集团的员工了。儿子，谁打的电话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！我被开除了。你真的是沈总？沈总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是个误会啊！沈总，小姨夫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就是沈总啊？小姨夫，求你了，帮我求求情吧！我这工作要是没了，我就完了呀！对呀，他姨父，这小孩子不懂事儿。你说你不早说，沈总就在你家呢，早知道我们就带点礼物过来了。不必了，你们的礼物我可收不起。啊，哎，沈小姐，王阳呢？刚才没认出来你，你要是不为难的话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能改呢，就把他留下来；如果他还是今天这样，你就按这个处理。谢谢小姨夫，谢谢小姨夫。沈总，王阳平时对他姨父很尊敬的，今天就是个意外。王阳的事算了，你们人事部重点关注一下，给他1个月的时间。如果品行和工作能力还可以，就给他转正；如果不行，照例走人。是，沈总。谢谢沈总，谢谢沈总。还不走？等我请你们吃饭吗？不，哪能呢？我们这就走啊！等等。沈总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？来，快尝尝，不知道菜凉没凉，还好不好吃？二和，有句话或许很冒昧，您妻子她是过世了吗？啊，很多年了。能跟我说说吗？小婉呢，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认识的，她是他们学校里金融学的校花，追她的男生可多了。那个时候我在他们学校门口摆摊儿，卖炒饭。能跟您在一起，她一定很幸福吧？幸福什么呀？她是全天下最傻的女人了，跟着我吃了半辈子的苦。那个时候我生意忙，她怕影响我，所以连身体出了问题都没告诉我。这世界上，我这辈子最对不起她，就是她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来，小陈现在很争气，也算是没有辜负他母亲的嘱咐。都这么多年了，您就没想要再找一个吗？找了，以前的臭小子给我介绍过几个，净给我找点不靠谱的，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。你说我再大几岁都能当他爹了。那你一个都没看上吗？哎，这种事情呢，是要靠缘分的。再说，我到这岁数了，儿子都这么大了。儿子大怎么了？儿大了就不允许你有第二春了。沈总，既然小张总回来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沈总留下来一起吧，我带了几样我爸爱吃的小菜，您不介意的话，一起吃点。晚点我让我爸送你回去。
哦，那就留下一块吃吧。刚好金雀集团和星辰集团不是有合作吗？你们刚好聊聊。好，那我去把餐热一下。爸，我说你小子怎么回来了？不用跟他们一块庆祝啊？让他们去吧。爸，今天在交易所是我太激动了，说了很多伤你的话，是我不对。其实不管您在外面是什么身份，在这个家里，您都只是我的爸爸，都是我眼中的那个渺小而又伟大的人。爸，您能原谅我吗？说什么呢？啊，这天下呀，只有怪父母的儿女，没有怪儿女的父母。爸能理解你。来，菜好了。沈总，关于老街1号地的项目合同我已经让您好了，还有银行的3个亿贷款我也都准备好了。明天我让我爸给你送回去。不是，你们公司没人啊？这事儿我去可不合适啊。谢谢，明天我来接你。不是沈总，我接个电话，你们先聊。怎么了？老板，我在你对面车里。我刚收到消息，美境的那几个资本家族在策划新的金融动荡。怎么回事？华尔街传来的消息，他们利用芯片赛道激起线外矛盾，然后启动杠杆，借用战争敛财，垄断了新能源和石油。他们现在已经推您曾经的死对头李玉东上位，明天应该就抵达国内了。李玉东，好久不见了。贝尔和青雀签的是芯片，李玉东在龙城的目标应该就是青雀集团。林旭，你明天连夜赶往纽市，明日一早记录所有纽交所的大宗股票交易，查清背后那几个家族的影子，立刻通知华尔街，让他们操盘，打草惊蛇，先做空3家，然后按兵不动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是。贝尔，你继续关注美境市场，有问题随时打给我。好。好了，你们先走吧。难道还是要回去吗？对，没错的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生意上的事儿。我公司还有个会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明天我在星辰集团楼下咖啡厅等你，顺便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，一定要来。好。那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明天见。老板，您在哪儿啊？我在咖啡厅呢。有人来找您。你请他进来吧。对。哎呦，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，我们的大忙人总算记得还有我们2个闺蜜了。最近公司不是事情多吗？这不是刚闲下来就约你们了。你们要再这样我可走了啊，公司可有一堆会等着我呢。哎，别，我们俩不来，谁给你把关啊？说说吧，你那个心上人怎么上来？距离你上次谈恋爱还是10年前的事情吧？是哪位天神下凡，让我们这位才貌双全的霸道女总裁春心暗动？就是个普通人。有多普通啊？就是个送外卖的。不过他很有才华的。沈西月，你疯了！你堂堂一个星辰集团的总裁，身价100亿，找什么不好？找个送外卖的。还有，你记不记得你昨天晚上打电话跟我说过什么？你说非他不嫁。哎呦，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有没有跟他那个钱呢？你有没有给他花钱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1本万利的投资弄到网上去让你做？我跟你说，杀猪盘的人就喜欢你这种年纪大、钱多又未婚的女性，你小心你又被骗财又被骗色。
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嘘，别说了，他来了。阿和，七月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你跟朋友喝咖啡呢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阿和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说给你介绍朋友认识吗？就是他们，这个是丽丽，那个是白美。我们坐下来喝咖啡吧。啊，来都来了，坐嘛。张二和是吧？那我就直说了，不管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我都不同意你和我们西月在一起。什么？别的不说，第一，我们西月今年才35岁，年轻貌美，而你儿子都这么大了。第二，我们西月又是集团总裁，身价100亿，你呢，一个送外卖的，论年龄你没有优势，论身份地位你更没有优势，所以我不同意你跟我们西月在一起。哎，二和，喝咖啡。哦，你们想干嘛呀？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总不能只找个上门女婿养他一辈子吧？就是，养个小白脸、小鲜肉，养这么老的，得费多少枸杞？什么想的？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老嘛，只要能爬得上床，倒也没什么。就是你这个工作吧，送外卖的，一个月就那么点钱，都不够给我家西月买个包的。不是，哎，谁说我给西月买得起包啊？那你说说，你一个月月薪多少啊？那我倒没算过，要不我找人来给你们算算。还让人给你算算？你那电动车骑冒烟了，一个月挣得到2万块钱吗？来，看看这只股票，像我们西月这种阶级，每天只需要看看这些数字，挣的都比你一个月多。这只股票我知道，控股的是美境资本柴尔德，不过明天早上开盘10分钟之后才会有跌幅。要是你今天下午收盘之前可以把它卖，没准还能赚一点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一个送外卖的来装上华尔街股神啦？就是。接下来你该不会说的就是你是大夏第一财团的首富，华尔街的传奇，曾经一夜之间在华尔街做空了5家资本银行的 Mr. Z 吧？嘿，他算是。阿和，干嘛呢？我怎么了？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你也知道，我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钱，也不在乎你有什么好工作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。而且你也说了，你和贝尔先生根本就不熟，你还打算把他叫过来撑场面是吗？哎，那人好像是华夏第一财团的美境负责人，贝尔先生，快过来来。喂，你不是说自己是华尔街的传奇吗？你的手下你总认识吧？谁说我不认识？老板，明旭已抵达牛角所，将所有消息传递到华尔街。角逐已经开始，预计今天下午收市前10分钟，您指定的那3家将会以欺诈发行为理由被强制退市。强制退市？喂，送外卖的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信我，可以问问他呀。贝尔先生，你说的那3家强制退市的股票，有这家吗？小姐，这只股票由柴尔德控股，我的老板已经下令，明日收盘前，这只股票将会从美股彻底消失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有点小事要处理，咱们下次再聊。西月，你男朋友他是……哎呦，你这踩什么狗屎运了？你男朋友送外卖，他竟然是世界首富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追啊！西月，我跟你说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你赶紧去把他追回来。你们结婚那3个月的枸杞，我全包了。实在不行，你们结婚的钱，我和美美全出了，千万不能让他走了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会儿。哎，这个你拿着，今天晚上用完它，先把生米煮成熟饭。快去！哎，去！快去呀！算了。什么算了呀？他可是全球首富，华尔街的传奇，还不到30岁就令西方资本闻风丧胆的人物，愣着干嘛？快去追呀！以前他是送外卖的，我们在一起合适。现在他是 Mr. Z， 我们之间差距太大，在一起只会让彼此更难受。
你们先坐着吧，我先回公司，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改天我们再谈。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回来呀！沈总，您说什么？那个给您送外卖的真的是？以前我觉得他不是普通人，只是没想到他会是这么个身份。难怪张晨年纪轻轻就创建了青雀集团，背后肯定少不了他的扶持和帮助。按照你说的，你昨晚在他家吃的饭，今天他又当着你闺蜜的面叫你西月，看来他对你没有意思啊。不行，我还是觉得我们不合适。沈总，我觉得吧，喜欢一个人不应该考虑年龄、社会地位，谁更富有，喜欢就应该大胆的追啊。况且你不追也不行。给，花儿我都给你准备好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去。好像出什么事了。我一个人去，告诉明旭，你打纽氏后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手下留情。老板，你知道那帮资本的手段，他们……好了，你们去办吧。是。好了，阿和，出什么事了？李玉东派人绑了小陈，约我见面跟他们谈判。走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张二和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张晨在哪？美静为你下重手的那几位，比你还着急呢。我记得距离你上次亲自在华尔街动手，有20年了吧？刘锦堂，你想干什么？当年的龙城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刁蛮之地，是你张二和策略引导，才让龙城有了今日之繁华。我刘锦堂也是借着你的东风，才有了今日。论功绩，你是龙城首屈一指的大功臣。但张二和，你太狂妄了，敢在国内遥控林旭对美境的高端资本动手，那就开门见山吧，停止你在纽交所的动作。你的损失，李玉东李先生会帮你全部赔付。明日开盘后，他们会帮你抬高股价，作为青雀集团再起炉灶的资本。至于他们做什么、怎么做，你不得插手。但青雀集团，他们必须要作为报酬，他们永远不动你第一财团的心思。有我在，他们就动不了青雀集团。你回去转告李玉东，让他看好他的豫东基金，别到时候我的青雀集团还在，他的豫东基金先没了。别忘了，张晨还在他们手里。老板，林旭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大盘加注，3日后，我张二和会亲自去华尔街，请那些煤佬喝东方茶。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打电话给李玉东，告诉他们，张二和不但不就范，还扬言要3日后再出山，引起新一轮金融战。张二和10多年未出山，他以为华尔街还是他的天下，和境外那些人斗，能有什么好结果？不过，就算是张二和在，又怎样？张晨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。张晨只是鱼饵，钓的就是张二和这条大鱼。李玉东手下那几个雇佣兵，可不会跟他讲什么情面。到时候是留下一条腿，还是留下一个眼珠子，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。至于3日后下华尔街，哼，一条受伤的狼，怎能抵御群虎的环伺？张总，没想到这么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王坤，你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张晨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只不过是在交易所犯了点小错误，你就要断了我在龙城的活路。既然你不让我活，那你也别想活。再等等，等你爸来了，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啊！
张总，你钓的鱼，它来了。你在这里等我。哎，二和，怎么了？今天咖啡厅的事儿是我的问题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回来。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，等你回来我说给你听好了。没事儿，没那么严重啊。二和，我就在这等着你，你答应我，答应我一定好好回来。我会的。爸，王坤，辞退你是我的意思，跟我爸没关系。你这么做到底想干什么？张总，你不会以为我们搞这么大阵仗是因为你吧？青雀集团这块肉还吸引不了你，难道是因为我爸？小张总，你还终于开窍了。不过张晨，你是真的蠢啊！你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爸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吧？我人已经到了，把张晨放了。这里是大夏境地，你们在这儿动手，都得完蛋。Mr. Z， 没想到你竟然是大名鼎鼎的 Mr. Z 呀，还真是让我意外啊！你应该也不知道吧？我真正的老板是 Mr. 李玉东先生，根本不是贝尔那个蠢物。伊丽莎白，你不要乱来。当年叱咤华尔街、百毒不侵、无所畏惧的 Mr. Z， 原来也不是那么的无所畏惧。这是我跟华尔街和美境那帮巨鳄之间的事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你们想做什么，我知道。放了张晨，我跟李玉东谈。爸，你怎么会？小张总，你到现在都没猜出来，站在你面前这个人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好，那就由我来告诉你。站在你面前这位，就是当年和刘小婉，也就是你母亲，在我们华尔街仅凭1个月的时间，就斩杀当时美股最优秀金牌经理人，成为华尔街唯一一个华人金牌经理人。之后，又在一夜之间做空5家资本银行的 Mr. Z， 然后又在短短2年时间内，联合美界、华界的华人，创建第一资本，也就是现在的第一财团。他就是华尔街金融界、商界鼎鼎大名的第一财团掌权人，全球首富 Mr. Z， 大夏名张二和。爸，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18岁开始创业，随后又创建了科技公司和青雀集团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商业天才，我一直以为我是靠自己的本事才有今天，没想到。你还记得我在交易所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我的确对你有过引导，但真正使你走到今天的，还是你自己。我们父子的话讲完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李玉东和美境那帮老狗让你来做什么，我很清楚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了张晨，我可以给李玉东个机会，让他来跟我谈；二，如果你们执意要动张晨，不出10天，李玉东和美境资本联盟将会在华尔街彻底消失。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选哪个。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选哪一个。打电话问一下。你很自信，可惜什么情况？他人已经到了，就在我面前。我和这位老朋友有10多年未见了。人人都以为华尔街是大家在争，其实就只有我和他张二和在争。他隐退这10几年，我很孤独。他张二和我窝在这个小城市也很孤独。距离明天开盘还有12个小时。2件事：一，让他放弃青雀集团；二，让他在美境的人停止行动，否则这里将会成为他们父子的埋骨之地。明白。张先生，你都已经听到了吧？
老板已经发话了 ，Mr. Z，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。这里将是你和你儿子帐城的最后的埋伏之地。从今天起，龙城不再有青雀，华尔街不再有第一财团。动手！你确定？张二和，你孤身一人前来，是你最大的失误。动我可以，动我儿子不行。那这就是你的死期。二和，伊丽莎白，你要想杀我，你放了二和。女士，我会送你和他一起见上帝。动手！伊丽莎白，你今天完蛋了。贝尔，我给过林东机会了，但是他不中用啊。玩明的美金那几条老狗不行，玩阴的他们更不行。动手！废物东西！不关我的事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李总，他们玩砸了。张二和还是张二和，也是时候跟这位老朋友见上一见了。吕董不会就这么一手准备。西月，你先回去。那您呢？好了，张总，公司出事了，几位股东连夜赶来龙城，紧急召开股东大会，而且要求所有人都在场。我现在已经压不住了，你赶紧回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股东们闹事。行，先回吧。等我这件事情处理了，我会进去找你们。二和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没事儿，他们如果敢动我，华尔街不出3天就会崩盘。我背后的利益盘根错节，他们不敢真的把我怎么样。走吧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出来见见吧。张二和，自华尔街一别，咱们有整整15年未见了。老朋友，别来无恙啊！老朋友，别来无恙啊！哎，老朋友叙叙旧，没事儿。谢师，没事儿，这儿不是美境，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。先到车上等我。来，尝尝这个。戒了。哦，我记得当年的 Mr. Z 只抽用斐济水浇灌的定制版丹麦国王，4500美刀一支，只和那些巨鳄连一滴都不舍得浪费的大魔62，没想到你连这些都戒了。唉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你在华尔街是所有下人的偶像，只要是你抽的烟喝的酒，到了第2天都会双倍涨价。我记得当时你是靠这个发的家吧？没错，你在华尔街成名的时候，我还只是一个蹲在街边卖雪茄快活不下去的下人，他们看不起下人，所以我只能做一些最辛苦的工作，挣着连面包店看都不敢看一眼的钱。你用1个月的时间，让华尔街知道了下人的厉害，
我现在还记得，你做空5家资本银行的消息传遍整个华尔街的时候，他们捧你为华尔街之神的那场狂欢。所以，你坚持要成为第2个？不，我要超越你。而且现在我已经有资格和你坐在同一个桌子上谈判了。所以今天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退一步吧，让你的人收手。在华尔街，下人永远无法超越梅老。退一步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当年下人在美境进一步有多难？当年的华尔街，大小资本家族都觉得下人不行，他们把下人当作奴隶。男人干着最低贱的工作，女人沦为他们低贱的玩物。他们唾弃下人，侮辱下人，视下人的命如草芥。玉东，你懂不懂？我们进一步有多难？你现在让我退一步，他们凭什么？改变不了什么的。华尔街在你之后，从未出现过一个能和他们有一搏之力的下人。那些梅老的背后有无数资本家族支撑，他们的人才源源不断，他们的情报网遍布整个西方。人才也好，消息也好，你张二和永远比人家慢一步。在华尔街，什么最值钱？信息。获取信息的速度直接影响今天在开盘之前你是赚10个亿还是赔10个亿。二和呀，我摆明告诉你吧，那边这一次是要动真格的。柴尔德、杜邦、梅隆、克朗他们都在动，他们的目标是进入大夏境内，牵制国内的整个金融市场。你觉得就凭你一个大夏第一财团能斗得过他们吗？我只是老了，不是死了。谁敢在大夏搞事情，我就搞谁。10多年了，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出山了，现在看来不出不行了。张总，您总算回来了。他们这么着急召开股东大会，想干什么？还是因为昨天清确集团股票波动和刘明的事，股东们认为您制定的集团发展策略有问题，想让您给个解释，否则就要当场清算，退出清确集团。张总，您看看这个。他们不是要我给个交代，而是想让我退出清确。他们想把第一财团的合作攥在自己手里，想让您退出和贝尔先生的接洽，退出清确集团的运营。我说2句，这一次大家统一口径，必须让他给个说法。说到底太年轻了，当初我们一起干的时候我就说了嘛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都不通知咱们一声。要不是今天咱们主动找上门来，还不知道他瞒咱们到什么时候，太不像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退位。既然他不能当这个董事长，领导好我们清确集团，那就换个有能力的人来做。对，我也赞同。我也赞同。那不知道各位想让谁来做这个董事长？来的正好，张晨。昨天交易所的事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个解释了？你想要什么解释？今天清确集团股价跳水，市值蒸发，无数散户清仓，就算收盘前股价回升，也给集团带来几百亿的损失。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关于清确集团的舆论，集团怎么运行，声誉怎么挽回？这件事，你张晨难道不该给我们个解释吗？对，没错，对，没错，该给我们解释。昨天在交易所，是刘明当着贝尔先生的面，让在座的高层签下股权转让书，让我退出清确的管理，这才造成了股价大跌。这件事情事出有因，我已经在第一时间选择了最快的办法解决。至于损失的近100亿，我已经和第一财团
达成了初步的合作计划。只要青雀出海成功，100亿很快就能赚回来。说的轻巧，你也说了，只是初步达成合作，到底能不能落实，你敢保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张晨，由于你的工作原因，让集团损失近100亿，你这是属于严重的工作失误。别的不说了，你继续当董事长，外面会觉得咱们集团无才无人。说得好，在座的各位都是集团的股东，其余各位也都是肱骨之臣，都想为了集团好。毕竟公司要是继续留在这种人手里，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刘副总说的对，换人。我们当中只有刘副总从头到尾都在集团里担任主督，我提议就由刘副总接替张晨的位置。我赞成，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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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赞成。你没想到公司董事长的位置最后还是会落到我刘明手里。我今天让你眼睁睁看着我怎么把公司带到一个你无法企及的高度。我提议青雀集团今天正式更名为华旗集团，没意见吧？没有意见。我反对。刘明，当初你加入青雀集团，所有股东都不同意，是张总扛着压力接纳了你。你现在这么做，和恩将仇报有什么区别？你一个小小的秘书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怎么看样子，张总是不打算退位啊？刘明，公司董事6人，虽然按章程上说，只要有4个人通过决策，便可以实施，但你别忘了，我才是公司的大股东。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张晨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们就集体撤股。看在大家合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劝你啊，好聚好散。如果你不开眼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金雀集团你占40%的股份，还剩60%，我和其他3位各占10%，5%均分在各位管理层身上，还有15%市场流通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除你之外的所有股份加起来有60%，就算不算那些流通的10%，我们加起来也有45%，远远超过你40%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在座的股东同意让你退位，你就必须从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。那如果我说剩下的15%都在张晨手里呢？这谁啊？回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张二和，我知道你跟贝尔关系匪浅，但是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？如果那15%的流通股真在你儿子手里，他会到现在都不吱声。那如果我说连张晨都不知道呢？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我已经查过了，那15%的流通股都在散户手里，不是主力跟进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那是因为你的商业嗅觉实在是太愚钝了。你最新消息，星辰集团刚刚爆出持有市场上15%的青雀流通股，成为青雀集团第2大股东。而星辰集团表示不打算出售这15%的青雀股，他们将持续支持第1股东张晨连任青雀集团董事长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假的！各位都听见了吧？我现在仍旧是青雀的大股东。我现在宣布，按照股东章程，4位股东因为履行义务，解除股东资格，将手中的原始股、继受股全部收回。各位没意见吧？张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怎么说我们也是青雀的原始股东，说收回就收回，没有我们的资金，你拿什么维持青雀？哼，钱我有的是。张晨，你跟他们废什么话呀？公司没保安啊！你，张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走，给我等着。你也下去。是。怎么了？这就扛不住了？这2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
只是有些疲惫。来，坐。咱们爷俩呀，很长时间没像现在这样聊聊天了，有什么想问的，问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你，你爹就是华尔街的 Mr. Z？ 还是为什么不告诉你，我就是你偶像啊？都有。您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 Mr. Z 这个称呼，我就有种莫名的想法，我想模仿他，成为他，超越他。可是我却没能想到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外界关于他的信息知道的太少了，只知道他是华尔街的传奇，他一个人拥有华尔街30%的资本，却连一张公开的照片都没有。那你说说，你觉得 Mr. Z 意味着什么？是符号，是偶像，是超越的标杆。这也就是你妈不让我告诉你的原因。我妈？当年我和你妈在华尔街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，你妈就说过，将来要让我们的孩子自食其力，创业难，守成更难。如果我们提前把家底都透给你，你觉得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努力吗？那样就会埋没了你的天分，把你变成温室里的浇花。不经历风暴的草木是活不过寒冬的。你妈故去以后，我的第一财团也步入了正轨，不需要我操心了。我就带着你回了龙城，这是你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我也想让它成为你成长的地方。会的，爸。西月，阿和，青雀集团局势稳住了吗？都稳定住了。我在青雀楼下等你，你能下来一趟吗？好，我这就下来。爸，沈总。爸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您跟沈西月挺合适的，我觉得您可以重点考虑，而且我能看得出来，他对你有意思。我妈都走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应该找一个吧。再说吧啊！过2天是你妈的忌日，别给忘了。爸，跟女孩子在外面太晚了，就别回来了。管好你自己吧，这臭小子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张总，放心吧，我在车里放了2瓶水，保证我们沈总和你父亲水到渠成。到了。阿和，我刚收到通知，今晚美股资本会有大变动，李玉东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银行那边下午紧急召开会议，开始紧急收拢外放的芯片、石油、新能源。你说这是美金那边动手的信号吗？是的，第一财团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。美境那些人想喝大夏股民的血，那就让他们先出血。阿和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热呀？还行。西月，其实你不用因为咖啡厅的事儿对我心存愧疚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还记得你上次问我有没有兴趣拼个婚吗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尝试做。西月，你怎么了，西月？这是我家钥匙，你送我回去。你别急，我这就送你上去。别着急啊，西月。没事的，西月。阿和，我好热。
是的，杜邦先生，我已经确定张二和会重新出山。您放心，无论明天他会对哪一只股票下手，我都会让他的美梦破碎。毕竟跟您和柴尔德家族作对，就是跟我李玉东作对。好，明白。好，你们两个废物！青雀集团15%的流动股，为什么会在张二和手上？李总，谁也没想到张二和下手这么快，而且这15%的流动股一直都比较稳定，都是正常的买进卖出。没想到张二和会用星辰集团做壳子，把这15%的股份汇总起来。看来他还是他，尽管这么多年远离漩涡。好，既然他张二和要打，那我就陪他玩。今天晚上找2个烟鬼，分别去青雀集团和星辰集团。李总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当然。二和，我在。你再睡一会儿，我去做饭去。看你这次还怎么逃出我的手掌心。西月，昨天晚上呢？二和，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对了，今天有时间麻烦给小张总去个电话，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咱们的事儿。如果对我还算满意的话，咱们找时间把证领了。啊！我，沈总，出大事！什么事儿啊？慢慢说。大盘刚开，咱们星辰集团的股票一路下跌，刚才有人从公司跳楼了，有几个自称死者家属的，现在堵在集团门口，说要给死者申冤，非要说青雀集团和我们星辰集团骗了他们的血汗钱，要让我们都去坐牢。你说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老板，我已经到公司了。黎东那边对国内已经动手了，他们在操纵股市，利用舆论，想让星辰和青雀彻底完蛋。这种低劣的手段，也只有他李一东还在玩。在基金会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到。喂，爸。你对青雀集团没问题吧？爸，我这会儿就在集团。幸亏你昨晚提醒我，李玉东还有后手。昨晚我在公司留了人，及时发现有人要从股民身上做文章。我公司没问题，大盘刚开，我正在关注。不过李玉东约我出去见面，你尽管去，青雀集团的事儿你不用操心。哦，对了，你去见李玉东之前，交代你的人不定期的向大盘放量，我这边会全盘接手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二和，星辰集团股票大跌，快要撑不住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处理。喂，老板，本以为他们会对青雀动手，没想到他们声东击西，动星辰集团。李玉东想玩声东击西，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挂了电话以后，你立即联系财经报，把第一财团注资青雀集团和星辰集团的消息散播出去。10分钟后，我要看他上头条。老板，您是想替青雀和星辰造势吗？不止如此，李玉东背后肯定是美境资本和越界，越界总要付出代价。老板，
你是想在15分钟以后全力以赴狙击李玉东的玉东基金？哈哈，玉东基金这次拿出这么多钱来玩，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美境梅老给的。吞了玉东，等于让美境1天之内失去近1000亿。我要用行动告诉他们，张二和即便离开华尔街10多年，再回来依然是他们的皇帝。是，我们走吧。张总好，张总好，张总好。今日早市开盘仅3小时，星辰和青雀的股价一直持续下跌，在主力和舆论的双重影响下，散户们都开始划出了。截止目前为止，星辰和青雀总共亏损超过700个亿。继续补仓。有多少补多少。是。开始补仓。你看啊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小张总，本来昨天晚上就该见面了，不过今天才见。也不晚，李总有什么话直说吧。好，小张总果然是直爽之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跟美境资本相比呢，你们青雀集团实在是过于弱小，所以今天我要让你亲眼见识见识华尔街真正的角逐。李总背后是美境大佬，我这小小的青雀集团恐怕耐不了他们的胃口。哎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谁让小张总是大夏芯片科技的风口浪尖呢？美境大佬对你和星辰集团动手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我可不是在坑你，我是在帮你啊！你的青雀集团落在我们手里，总比落在境外那帮人手里强吧？啊，张晨，你也没想过有今天吧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青雀集团像蛋糕一样被人吞噬而无能为力。好了，狙击青雀和星辰的计划现在开始吧。好嘞。不对，好像有人在跟我们较劲。喂，怎么回事？不少散户想趁着青雀和星辰股价下跌补仓。放心，我会让你们跌入谷底，逼死几个散户，到时候沈西月也好，张晨也好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。看着2个最亲近的人被外人唾弃，张二和一定会比自己挨刀子还难受。好。最新消息，国内芯片巨头王总声称青雀科技存在违规操作，并声称解除跟青雀科技的合作，呼吁同行抵制青雀。最新消息，万科地产罗总以非法竞价为由，将星辰集团告上法庭。二哥，星辰和青雀被行业巨头针对了，这2只股票还有挽救的可能吗？继续跟进。是，继续跟进。你这是在玩火！这2条新闻一出，星辰和青雀都难以起死回生，无论买多少都会被套牢，买多少亏多少。你这样会把自己拖垮的。亏？他李玉东这点本事还是跟我偷师学，想青出玉兰，他可不配。李旭，上头条。是。立刻把第一财团接盘星辰和青雀的消息散出去。插播一条紧急消息，第一财团宣布将和青雀科技、星辰集团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。二哥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小张总啊，青雀失败已成定局，来，我们先喝杯香槟庆祝一下。张晨啊，张晨，就算你爸是全球首富又怎样？华尔街传奇又怎样？还不是把你和沈西月一起输掉了？
股市千变万化，没到最后一刻，谁都不敢说自己赢了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你不会真以为张二和能和美境资本碰撞吧？是，没错。当年我在华尔街卖雪茄的时候，他就是华尔街之神了。可是这么多年，他一直窝在龙城这个小地方，哪里知道金融界早已千变万化了。当年他气吞万里如虎，华尔街谈之色变。不过现在，华尔街随便拎出来一个年轻仔，也是他遥不可及的存在。啊，对了，我知道第一财团已经出手了，我不妨告诉你，张二和今天在这2只股票上不管砸多少钱，我就让他赔多少钱，我让他赔的连底裤都不剩。不对，哎，这个走势，李先生，慌什么？有我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李总，这香槟不错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喝上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喂，刘会长，不好了，我们芯片科技受到不平阻击，股票正在飞速下跌。什么？刘副总，刚收到财务消息，三星集团持有的几只美资股票，3只跌停。什么？咱们最大股东美境华旗股票也跌到冰点，咱们可能要赔掉1半家产了。这就是资本市场，这就是华尔街之神第一首富的速度。爸，儿子大概这辈子都比不过你了。李总，感谢你带我来看这场闹剧，也让我更加坚信，我爸是你乃至整个华尔街永远都无法超越的存在。感谢你的香槟，我想我们以后应该不会再这样。混蛋！李先生，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受到第一财团狙击，你可不能不管我们呀！刚才赔的钱我们不要了，李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金雀集团的背后是第一财团？现在已经闹成这样了，你必须想办法挽救我们。喂，出事了，李总，你的豫东基金遭到阻击，恐怕要撑不住了。说什么？对方主力势头太猛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已经着到了。刚才美境那边打来电话，说此次你回定针对张二和下手，已经花了他们将近1000亿，而且还未成功阻击龙城市场。那边打算撤掉你华尔街下人代表。他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他们不能这么对我呀！报结果，金雀和星辰股价维持不变，大股东由沈西苑和张晨变更为第一财团，王氏芯片股价暴跌30%，马克地产34%，至于豫东基金彻底崩盘了，李豫东破产了！耶！太棒了！阿和，你真是太棒了！雀，我可是保住了你的星辰集团，那你不得请我吃饭呀？哎呀，你现在是我老板，是我们星辰集团的大老板，你想吃什么，你说了算。哎，爸，事情结束了。哎，对了，朋友介绍个女孩子跟我见面，你和沈总来看看吗？好，那一会儿和平饭店见啊，见面聊。林旭，哎，去给和平饭店的老板打电话，一会儿所有来吃饭的人，每桌送一个霸王别姬。是。这，玛丽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张晨。你就是张晨？跟玛丽小姐相比，我的确普通。玛丽小姐的父亲也在龙城做生意。当然，豫东基金听说过吗？哼，没听说过也正常。毕竟像豫东基金这种美境控股的精锐，像你这样的人是没办法接触到的。豫东基金的股东就是我爸。算了，就算给你说了，恐怕你也不知道。
像华尔街这样的全球金融聚焦点，一般人是很难接触碰得到的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也不是非要找一个有钱人，毕竟谁都不如我有钱。我觉得你长得还可以，我们可以试试。不知道玛丽小姐想怎么试？做我男朋友。我喜欢喝酒、泡吧、逛夜店，我闺蜜多，男性朋友也多。我去哪儿你不要问。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我可以考虑在我爸的公司里帮你说几句好话。据我所知，豫东基金刚才股票暴跌，好像要破产了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朋友说给我介绍个姑娘，我就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竟然碰到朋友的你。既然你爸是李豫东，那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爸要完了。像你这种孤陋寡闻的人懂什么呀？金融圈一直都是这样，时涨时跌，玩的就是极致心跳。我爸破产，哼，实话告诉你，就算是我爸破产，我也不是你这种土鳖配得上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像你这种连一身阿玛尼都买不起的穷鬼，如果不是我给你面子，我想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跟我这样阶层的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。这么说，这位小姐很高贵了。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李豫东的女儿。是啊，爸。李豫东的女儿配不上我儿子，倒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，主要是身份有别，不相匹配。你又是哪来的土鳖啊？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啊？玛丽小姐是你。看到墙上的那个钟了吗？不出10分钟，你爸李豫东就会到达这里，求张晨高抬贵手，饶过他的豫东基金。如果你能为你刚才的话道歉呢，也许张晨会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让你爸破产的不那么惨。李先生，您到和平饭店可千万要张二和对我们高抬贵手啊！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你们想活自己去求。让我给他道歉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再说，让我爸破产，哼！你知不知道我爸背后是谁啊？是美境大佬。这里是大夏的地盘，美境资本在这里好像不管用吧？即便如此，我爸也不是你们这些下等可以匹敌的存在。10分钟是吧？好，我等你们10分钟。如果我爸没出现，我会调查你们所有的公司，立刻收购，让你们一家人全部破产。你确定他就在这里？确定？我的人汇报说张二和就在这里。爸，这不是有华尔街大鳄之称的豫东基金创始人李豫东吗？后面还有万科集团的老总，领航芯片的王总。天哪！张总，今天的事是我做的不对，请您高抬贵手，给豫东基金一条活路，给我李豫东一条活路，请张总给一条活路。张总，你就是华尔街之神张二和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李总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，等我吃完再说。尝尝这个啊！李先生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让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等他吃完饭，如果被发出去，肯定是头条，我们的生意就不用做了。是啊，李先生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？你们不愿意等，可以走。老李啊，今天你女儿跟我儿子相亲，我说你女儿配不上我儿子，你不配做我们家的亲家，这句话没问题吧？张总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们都是从华尔街里爬出来的，都知道道歉这种话毫无意义。我保住了星辰集团和青雀集团，这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我狙击豫东基金也没问题吧？
当然没有问题。好，张总，豫东基金是我在国内的全部家当，我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一次。我保证，以后第一财团的地方，我李豫东绝对退避三舍。爸，好说。哼，其他的事儿都好说，但你动我儿子和我女人，李东，你越界了。李东，你越界了。爸，你……小姑娘，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，跟你和小陈都没关系。我就是为了教你爸怎么做事。不过他李豫东现在也不需要我教了，因为豫东集团已经是第一财团了。哈哈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小陈，让这儿的经理安排清场，我要跟我的老朋友好好聊聊。啊，还有这些人，你都带回公司去，有什么事儿你跟他们说。好。西月，去车里等我。坐吧。李东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倒你一杯酒？知道，华尔街的规矩。不，是你不守规矩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年从华尔街全身而退的时候，跟你和那帮煤老说过什么？你说，动第一财团，你随时奉陪，但是谁要敢动你的家人，就得做好破产、家破人亡的准备。你的意思我知道，但是张二和，你知不知道？对于外境那些煤老来说，青雀也好，星辰也好，连苍蝇肉都算不上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动青雀和星辰吗？你以为只是因为张晨是你的儿子，沈西月是你的女人？李玉东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逼你重返华尔街。张二和，你知不知道，当年你在华尔街以大夏人的身份成为华尔街之神的时候，忽然你就消失了。在华尔街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一瞬间就失去了目标和希望。我们群龙无首，被那些煤老杀得片甲不留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当时你在，如果我们能够联手的话，我也不会成为煤老的狗。这么说，怪我了。张二和，你就是个懦夫。不管在别人眼里你是什么样，但是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个懦夫。老弟啊，你觉得钱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你看看外面那些人，尤其是那些底层的，他们起早贪黑，生了病连个假都不敢请。你以为他们是为了梦想吗？可笑！这个世界哪有什么梦想啊？全他妈都是为了搞钱！我觉得不重要。当年我和小婉一起去美境的时候，用了很短的时间，就在华尔街赚到了第一桶金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两个高兴的就像两个找到了目标的人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逐渐开始迷失，开始忽略小婉的感受，我们开始吵架，开始夜不归宿，甚至连小婉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都没有发现。钱是重要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你现在当然有资格说这个话，因为你有钱，你不缺。二和呀，只要我们能联手，我们拥有的不只是钱，而是整个金钱帝国。跟你联手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
因为我不光要让你李玉东完蛋，我还要重回华尔街，让那帮没老完蛋。你想干什么？当年小五病重，你们在知道他身患绝症后，依然向他透露假消息，告诉他我第一财团被狙击，告诉他我被柴宇德带走，生死不明。实际上呢，我第一财团当时正在跟你们拔河，你们知道赢不了我，所以才向小婉下手，以此分散我的注意力。可是那一局赢的还是你张二和。没错，我是赢了，但是小婉因为情绪激动，住院抢救。第二天，角逐结束，第一财团获胜，小婉也离我而去了。那是意外，那是意外，不关我的事啊！事是你做的，办法是你想的。小婉离去，让我厌倦了争斗，所以我才带着陈儿回到了龙城。事情过去了这么多，你们又来搞我儿子！好，我成全你，我会用行动告诉你，告诉整个华尔街，他们的恐惧又回来了。商场如战场，张二和，既然你躬身入局，那就必须得接受失去。你这次出山，我便搭上我一生的所有，陪你玩到底。喂，柴尔德先生，张二和要重回华尔街了，这一次绝不会让他再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那些人呢？已经处理好了，我已经让人订了我们3个出境的机票。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陪你再战华尔。